今天我们来做下一个瑜伽体式门栓式练习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在神话里面最后一个在地面上的瑜伽体式。所谓的门栓式是一个形象表述的词汇，门栓就是这个门栓。现在的年轻人估计都不知道什么叫门栓了，都是门锁呀、搭链啊这种东西哈。那门栓呢，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还见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门栓。那么现代的门栓呢是这样子的古老的时候的过去旧时候的门栓，最典型的一个门栓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栓门用的横木，它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这里呢也留一个小小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体式叫门栓呢？这个体式和门栓有什么联系呢？这个体式为什么到底叫门栓呢？我也是琢磨了好一会儿，没有查到具体的资料来解释。但是呢，经过我这个一番的实践以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圆其说的这个方式。至于它是不是这个道理不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通过这种方式来记这个动作，来把这个动作做得更正确呢，特别有帮助。我们下次实操的时候来具体的来看为什么叫门栓式。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门栓式，它的整个我们锻炼我们的肌肉和避免犯错误有哪些个方面要我们去注意。咱们还是通过解剖图来看哪些个地方得到了锻炼。首先看下肢，那么看到我们这个大腿上面的肌肉小腿腿肚子上的肌肉都有这个颜色标出来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时候有拉伸的地方。那么上身呢，也是看到我们这个胸前的肋骨旁边的侧腰旁边的肌肉拉伸。这个动作最拉伸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们侧面侧腰的地方，这个地方拉的比较厉害。我们在舞蹈里通常把这个动作叫做拉旁腰，那么就是把腰拉开以后，让这个腰变得更加柔软，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录像、教材、教学的示范，那么每一个瑜伽老师教的动作示范的时候呢，也有不同。那哪一个是正确的，或者是说哪一个更适合你的，你要自己去分析、去判断，尽量找到不会受伤、避免受伤风险的那些动作去做。那同样对于这一个门栓式呢，你去到网上去看图片，它示范的姿态体式也非常的也有很多区别。那我在网上找到这两个图片，我认为是不会受伤的，是不会能够适合自己作为一个目标来练习的。我们在练习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每一个体式它的做法的细节，比如说体态啊、姿势啊、重心的摆放啊、胳膊腿儿的这个位置啊、关节的摆放啊。你随便拿出两个图片来，你晃一眼，你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它会非常大的区别。那这些个区别有可能就是造成我们受伤或者是不正确姿态，然后你练不下去的这个原因。所以一定要注意细节。那么怎么注意细节，怎么避免受伤呢？我们可以在实操的时候来具体的来分析。最后对这两张图片做一个说明，就是这两个图片呢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尺子，但是我们肯定不会做成它那样，我们永远也达不到尺子的那个标准，对不对？那么这一个前面的这个图片的这个老师呢，应该是一个
瑜伽老师，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体式的标准呢，我们应该是可以达到的。通过长期的练习，所有人应该都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那么后面的这个图片的这个是一个理想中的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可能是怎么练都会达不到的，因为这个老师，这个示范的这个老师应该是一个专业的芭蕾舞演员，从他的这个腿上的肌肉和线条，脚的肌肉线条来看，还有这个上身的胳膊、上身躯干的，就是他应该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而且是一个芭蕾舞演员。所以我们要达到他的这种程度，100%，反正我自己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在学练的时候呢，不要勉强自己。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自己跟自己比有进步就好了。